会员怎么了？会员就是不需要排队的意思，你听得懂吧？那会员也得排队啊，哪个城市不都一样吗？怎么了？走吧。这个男的胡搅蛮缠，说我插队，非不让我进去。啊，我们是不需要排队的。大家都在排队，就你们不需要排队。那你去问店员吧。哎呀，理他干嘛？走了走了。站住！怎么？你还没完啦？我就想评评理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就你们不用排队啊？你凭什么插队啊？薛总，夏果，怎么了？不是他，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薛总。这个是遇见，是我男朋友。哦，你男朋友？不好意思啊。薛总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您误会了。我们餐厅呢，东区是接待散客，西区是会员制的，只有会员才能进。薛总呢，是我们这儿的会员，所以来之前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等位。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你们的会员？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呢，不仅需要消费满一定的额度，还得需要老会员的邀请才能入会。搞这么麻烦？薛总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先忙你先忙，我们认识，先聊一会儿。好，没事儿。原来是你男朋友。对，他刚到上海来，可能有些不熟悉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没事儿。同事啊？对。怪不得觉得眼熟。我们之前在公司见过的，我叫夏果。你好，叫我艾玛就行。你好。既然是一场误会，初来乍到，情有可原，没事儿。那我们先进去了。你们慢走。走，大鱼头，我突然间想到，还有一家餐厅比这家餐厅更好吃，我们去那边吃好不好？走啦，外面冷死啊！走，去那边，走啦。你好，您的辣椒，谢谢。还有一份牛肉等一下上，请慢用。好的呀。吃呀。没胃口。都换了家店了，还生气啊？果果，我今天是不是让你丢脸了？哎呀，没有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刚才在外面冻了这么久，肯定饿了，赶紧吃吧。这家店可好吃了，你赶紧尝尝。你们那个总经理趾高气扬的，还有那个女的，跟他一路人，你是没看见？你没来之前他们那个态度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就是个误会，人家都没有跟你计较了呀。我们薛总吧，脸是臭点，但是其实对我们员工还是挺好的。你这怎么2天没见，胳膊肘怎么往外拐了呢？我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了呀？我这说的是事实啊！你不能一点小事你就一棍子打死人家吧？你知道吗？瑞华医院的那个江医生就是薛总的朋友，是他知道我们有需要才介绍给我的。啊？所以呀，我们也大气一点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该吃吧，尝尝这个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是好吃，又多排了40分钟的队。哎呀，上海好吃的餐厅都要排队的，而且现在马上要过年了，大家都出来约饭。我们今天排了半个多小时，算是很幸运的。像这种味道的店，张公桥到处都是，从街头吃到街尾，哪需要排队？那能一样吗？这边的人工、房租，那比老家贵了去了。而且这边的服务行业那真的是太强了。你以为吃的真是一顿饭吗？这吃的是情绪价值，好吧？果果，你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以前我提到乐山好吃的，你都恨不得流口水。现在呢，上海什么都是香的，吃饭要排队等位置，这出门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打个车5公里，这么折腾下来，至少少睡2个小时。这些你都喜欢吗？那我这不是……好啦，知道你今天气不顺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是一肚子不爽。
我打个出租车，那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说上海话，我一句都听不懂，结果就不知道给我拉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还有我被客户为难，被同事欺负。那我是外地人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大家都一样，每天都在拼命努力的活着，扛过去了就是一条好汉了。波波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大城市这么复杂，活得不累吗？日子是我在过，我有自己的判断还有感受，而且我不是刚得了优秀员工奖吗？别小看人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心气高，也吃得了苦，可咱们人就活这么一辈子，你干嘛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呢？你以为你平时跟我视频的时候，只报喜不报忧，我看不出来吗？真的心疼你。真心疼我呀？那你就赶紧来上海陪我呀，这样你在我身边的话，我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喏，谁让我在这等你的？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我要反悔，你也不答应。是不是真想反悔？没有，疼我。小起来最帅了。好啦，上海没有你想的这么可怕。而且你看，你比我聪明又比我能干，什么事情能难倒你呢？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我呀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不生气啦？不滚着脸了？吃饭。要帮我把鸭血盛出来。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，我在银行工作，是一名业务经理。在市东区呢，有一套120平的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没有房贷。有一辆大众帕萨特，也不算太好，开了5、6年了。我准备在结婚的时候换一辆大一点的新能源车。哦，我银行还有一些存款。收入稳定，加上年终奖，一年大概收入在……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我妈是叫我过来相亲。你不知道吗？你可能也是被骗过来的。你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随便聊聊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妈她这个人就是喜欢搞一些恶作剧。没关系，王阿姨可能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小朋友，来，喜欢这个气球吗？喜欢。那你帮叔叔一个忙好不好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玩的一面。是啊，有的时候真的会做出一些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像这么聪明的女生，哪个男生不喜欢？这孩子干嘛呢你？不好意思，你过来跟叔叔道歉。没关系，小孩子嘛。对不起，没事。怎么这样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你去。好。你干什么？整整10天，微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原来都开始相亲了。怎么，分手了还不许我相亲啊？我同意分手了吗？你以为你这么躲着我，事情就解决了？那怎么解决？再来一轮，你妈要房子，我妈要聘礼。我微信里已经道了几百次的歉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呢？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对不起了，好像我不说句没关系，就是我不够大度，反倒是我的错一样。我知道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为了你，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把事情做对了。我笨，我不会说话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，我自信我没有做错，那就是我要和你结婚。我答应过会给你幸福，就一定会给。
没有房子我们就去租，没有钱我们就去挣。我发誓不会放弃这段感情。可你今天坐在这儿，是想让我觉得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都做错了，是吗？那人条件挺好的吧？也对。如果我有一套市中区的房子，我也不用再去批房产证了，我也不会在阿姨开出的条件面前毫无底气了，更不用恼羞成怒地说你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们全家了。哎，破聪明！干嘛？我警告你，夏果是我老婆，你少打她主意。笑什么笑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，其实一肚子坏事。我跟你讲，要不是昨天我没哄好我老婆，今天她压根就不会看你这张脸。告诉你，我自己的老婆，我自己会哄。你是遇见吧？你还调查我？谁调查你啊？夏果跟我说，她有个男朋友叫遇见，是个优秀的设计师。她还说，这家伙长得闷闷的，看起来不太会说话的样子。但是只要遇到和他夏果相关的事儿，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会想尽各种办法去逗我开心。其实我有男朋友，对，他叫遇见，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设计师。果果，果果，又是原味的，是不柠檬？别的口味卖完了，尝尝玫瑰味的，老板娘说是新品，试试看。不要，我就吃我自己。挺好，那就永远也不要换口味了，好吗？这事儿得看心情。原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撒谎啊？这你学的？看我干什么？你自己不是有吗？吃你的。我也喜欢吃原味的，能让我吃一口你的吗？哎，等你。都吃完了。那就只剩一个办法了。我知道相亲是怎么回事了，我又错了。你可以发脾气，但是无论你再怎么发脾气，你都是我最爱的人。果果，咱们结婚吧，我想好好跟你过日子，过一辈子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你这么帮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你放心，你的花店我一定给你做好。很感谢你。我对你好，不光是因为项目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我觉得你不会完全感觉不到，只是之前因为有夏果，让你对别的一切都屏蔽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我。文雅，
其实遇见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，但是没关系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可以天天陪着你了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的。谢谢你，能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们会一起努力的。遇见哥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聊。云莲姐，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我相信你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都看见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就是你所说的工作关系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你让我回乐山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种。这句话你憋很久了吧？我只是说出了你想说的话。当初你离开乐山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。行啊，你话都说的一模一样。他是不是特别温柔、特别体贴、特别善解人意？你最需要陪在你身边的人是他吧？可以第一时间替你分忧。那你昨天为什么还要跑到上海去跟我演戏？你把我当猴耍吗？我真是太傻了，我真的差点就信了，差点就信了你的用心，信了你的努力。你愿意这么想就这么想吧。是，他不仅帮了我，还帮了我们全家。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为什么帮我的那个人是他，不是你？而你呢？你又在做什么呢？大家都别演戏了，好聚好散吧。当初站在这里，我曾信誓旦旦，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我失去的，竟然是这个小圈里我最真实的他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乖乖的在上海等我。你可以把它当做是我对你的承诺。我等你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永永远远的不分开了。永远不分开。嗯。